我是个赤脚医生，村里人都叫我老林，我救人只救全虚全萎的活人。可那天村民抬来一个左腿肌肉处大面积红肿，肌肉扭曲里似是有活物在里面蠕动，皮肉呈猩红与暗黄交织的糜烂状态。我试遍了祖传的针法，全都无效。最后我颤抖着拿出了父亲临终前留下的3根黑铁针，他说这针不医人，只镇邪。针扎下去的瞬间，那人发出不似人声的嚎叫，而他那条扭曲的腿上密密麻麻的黑色印记正被针一点点吸走。我的手艺是家传的，父亲生前就是个走山串乡的郎中，留给我一手针灸和治跌打损伤的本事，还有一包针。针分2种，寻常的银针，亮晃晃的，给人通经活络，止疼镇惊；另有3根不一样的，黑黢黢，沉甸甸。父亲说是用早年从深山洞里捡来的天铁，就是云铁，亲手磨出来的。他教给我实话不多，只说这黑铁针能镇住些不干净的东西。我那时年轻，只信眼睛看得见的病，骨头错位，风寒湿热。至于不干净的东西，只当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玄乎话，没往心里去。那3根黑铁针也就一直被我收在针包最底层的小牛皮隔层里，许多年没动过。我和老伴秀莲住在村东头的老屋里，日子一天天过去，谁家汉子闪了腰，谁家娃娃发了热，谁家老人腿脚不利索了，便来敲我的门。直到那一天开始，村里的一切都变得不太平起来。那是秋末，山里冷得早，日头一落山，寒气就顺着石头缝贴着地皮漫上来。那天晚上天黑得特别湿，连颗星星都瞧不见。刚过7点，我和秀莲拾掇完碗筷，她坐在炕沿缝补衣裳，我就在煤油灯昏黄的光圈下慢慢擦拭那些银针。灯芯偶尔噼啪爆一下，炸开一朵小小的灯花。就在这片寂静里，敲门声猝然炸响，那不是寻常的叩门，是砸。拳头勒在薄木板门上的声音又重又急，咚咚咚，一声紧似一声，仿佛门外不是人，是一头发了狂急着要撞进来的野兽。门框上的土都被震得簌簌往下落，秀莲吓得手一抖，针扎了手指，哎呦一声就缩到我身后，紧紧攥住我的衣裳后摆。我心里也猛地一揪，这深山老林的夜里，寻常绝不会有人串门，更别说这般不要命似的敲法。我放下针包，沉住气，对着门板提高声音问：“谁呀？”门外传来回应，是栓柱，他是村里数得着的壮实汉子，嗓门向来洪亮的像打雷。可这会儿那声音却嘶哑破碎，裹着显而易见的哭腔，在夜风里抖得不成样子。林大夫，林大夫，快开门！救命啊！出人命了！我一把拉开门呢，冰凉的夜风混着湿雾呼地扑进来，煤油灯的火苗剧烈摇晃，差点熄灭。等我看清门外的景象，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惨淡的月光勉强穿透浓雾，照亮门口一小块地。4个男人都是村里熟面孔，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他们合力抬着一块卸下来的旧门板，门板上蜷着一个人，浑身裹满了黑黄色的泥浆，单薄的粗布衣裳被撕扯得一条一缕，几乎遮不住身体。但这些都不是最害人的，最害人的是那人的一条左腿。那条腿以一种我行医半辈子从未见过，也绝不可能属于正常的样子。腿部主体皮肤呈深褐近黑的色调，膝盖处大面积红肿，肌肉扭曲，似是在蠕动，皮肉呈猩红与暗黄交织的糜烂状态。而更令人头皮发麻的是，那条腿的肌肉并没有静止，它还在动一抽一抽，极其缓慢，却又异常坚定地继续蠕动，仿佛腿里有活物正在蠕动。抬门板的4个汉子手臂都在发抖，不知是累的还是吓的。林大夫，栓柱看到我，眼里的恐慌几乎要溢出来。他语无伦次，是狗蛋，王家傲的狗蛋。傍晚有人在村东头老坟那边的野地里看见他，就这样了，问啥也不说，光知道好疼。我们没辙了，只能往你这儿抬。狗蛋我认得，隔壁王家傲的后生，老实巴交一个庄稼汉，身板结实的像头犊子。前几天还听说他儿媳妇快生了，他乐得合不拢嘴。眼下这副模样，哪里还有半点人形？快抬进来！我侧身让开，声音因为震惊而有些发紧。几个人手忙脚乱，小心翼翼地将门板挪进里屋，合力把泥人似的狗蛋安置在土炕上。秀莲已经机灵地拨亮了2盏煤油灯，端了过来。昏黄的光晕铺开，狗蛋的模样更加清晰，也更加可怖。他脸色灰败，嘴唇干裂脱皮，双眼紧闭，眉头死死拧成一个疙瘩，额头上、脖子上全是豆大的冷汗，混着泥水往下淌。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拉风箱似的痛苦呻吟，气息又短又急，而那条左腿上的肌肉依旧在持续着那缓慢而残酷的自我蠕动，每一次微小的蠕动都伴随着清晰的、令人浑身发麻的咕叽声。秀莲打来一盆温水，我接过毛巾，尽量轻柔地擦去狗蛋腿上厚厚的泥污。除了膝盖处触目惊心的伤口，
我注意到他整条左腿从大腿根到脚踝，皮肤上布满了一种奇怪的痕迹，那不是擦伤，也不是淤青，而是一片片密密麻麻的，像是被极其粗糙浓密的硬毛刷子用力蹭过留下的暗黑色印记，深深嵌在皮肉里，擦也擦不掉。按住他，千万按住了，别让腿再动！我沉声喝道。栓柱和另一个汉子立刻扑上去，死死压住狗蛋的肩膀和那条怪腿的根部。我飞快地打开针包，抽出最长最亮的几根银针，认准他腿上的几个大穴，又快又稳地刺了下去。这是我惯用的手法，镇静止痛，舒缓痉挛。可这一次银针入肉，狗蛋腿上的抽搐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像是被激怒了一般，扭动的幅度骤然加大。他整个人在炕上猛地弹动了一下，喉咙里挤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嚎。我心里咯噔一沉，不对，这绝不只是筋骨伤。我又取出几根更粗的针，尝试刺入更深、更偏门的穴位，甚至冒险用了些刺激极强的写法。没用，狗蛋的腿像是被另一种完全陌生的力量控制着，对我熟悉的医道针法毫无反应，只是固执的、不知疲倦的继续蠕动，似是有东西要破肉而出。压着他的两个汉子脸都憋紫了，额上青筋暴起，眼看就要按不住林大夫。这可咋整啊？栓柱带着哭腔喊：“再继续下去，这腿就真的没了。”绝望像冰冷的蛇缠绕上我的心头。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父亲当年将那3根黑铁针交给我时，那欲言又止的沉重的眼神，毫无征兆地撞进我的脑海。死马当活马医吧！我深吸一口气，手指有些发颤地摸向针包最底层，指尖触到那块冰凉坚韧的小牛皮，我用力一抠，掀开了那个我从未在治病时打开过的夹层。3根黑针静静地躺在深蓝色的绒布上，它们比银针短一些，也粗一些，通体黝黑，毫无光泽，表面粗糙不平，但在煤油灯昏暗的光线下，它们却隐隐流动着一层极淡的、幽冷的乌光。摸上去，一股非同寻常的寒意顺着指尖往骨头里钻。我没有时间犹豫，捏起一根黑铁针，针尖对准狗蛋左腿膝盖上方，血海穴偏内侧，一个我从未在医书上标明，却仿佛冥冥中有所指引的位置。闭上眼，心一横，手腕发力，将那根冰冷的黑铁针猛地刺了进去。针入肉的瞬间，狗蛋陡然发出一声凄厉到极点的长嚎，整个人像被扔进滚油里的活鱼，在炕上剧烈的、痉挛般的弹跳起来。但就在这声嚎叫之后，那条持续扭动了不知多久的怪腿竟然嘎的一下停住了，彻底停住了。它依旧保持着肌肉松动的诡异样子，但那股持续不断的自行扭动的邪力消失了。停下了，林大夫，停下了！栓柱难以置信地叫道，我却丝毫不敢放松，我的眼睛死死盯着那根扎在狗蛋腿上的黑铁针。很奇怪，明明是从冰冷的皮套里取出，此刻那粗糙的黑色针尾竟在微微散发着热量，触手温热。而更奇异的是，狗蛋腿上那些怎么擦也擦不掉的黑色印记，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点点变淡，仿佛被针身吸走了一般。我心想，真的有古怪。我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又捏起第2根、第3根黑铁针，依着心中的感觉，分别刺入狗蛋大腿根部和脚踝处。3根黑针在昏暗的灯光下形成一个不规则的三角。针落之后，狗蛋身体的剧烈颤抖渐渐平息。过了约莫半个时辰，他灰败的眼皮颤抖了几下，缓缓睁开了。他的眼神涣散，充满了极致的恐惧。他看着我，嘴唇剧烈哆嗦起来。水！秀莲连忙喂他喝了几口，温水润过他干裂的喉咙，他似乎找回了一点气力。林大夫，他每一个字都说得极其艰难。有鬼，是半俩抓了我。半俩是我们这一个精怪，只听老年人说起过，在场的每个人都没见过，所以除了我和秀莲，另外几个汉子，包括栓柱，脸色唰地一下全白了。狗蛋断断续续地讲述起来，那天下午他在溪边洗脸，看见对岸树林里有人招手，怀里似乎还抱着襁褓。他儿媳妇正待产，以为是家里人来报信，就冲了过去。可到了对岸，人影不见了。再出现时，在另一棵树后，他走近才看清，那只有半个人。从正中央天灵盖开始，整整齐齐地分成了左右两半，一半是扭曲的人脸，另一半长满了浓密漆黑如墨的长毛。接着，另一个一模一样的半个人也出现了，两个东西将他夹在中间，一只长满黑毛的手抓住他的手腕，冰凉刺骨；另一个抬起手按在他额头上，冰冷黏腻，然后他就失去了意识。再醒来时，左腿肌肉正在疯狂蠕动，屋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栓柱脸色惨白，艰难地说：“林大夫，真是那东西。我小时候听太爷爷提过，深山里住着半俩，身子是两半的，
专害走夜路、心思不静的人。我听着这些闻所未闻的恐怖描述，看着炕上狗蛋那条被黑铁针镇住却依旧形状骇人的左腿，只觉得一股寒意从心底蔓延到四肢百骸。父亲留下的针，村民口中代代相传却无人亲见的恐怖传说，在这一刻全部串联起来。这世上真的有一些东西超出了医术的范畴。先别说这些了，我强行压下心头的惊悸，拴住你赶紧去套车。狗蛋这腿，我的针只能暂时稳住，必须立刻送县医院。拴住抹了把脸上的冷汗，二话不说转身冲进了夜色里。约莫1个时辰后，拴住带着牛车回来，我们小心翼翼地将狗蛋抬上车，往县城赶去。我站在门口，看着牛车的影子消失在雾气里，山风呜咽着卷过屋后的老松林，像无数冤魂在齐声哭泣。我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狗蛋被送走的第2天晌午，消息传回来了，左腿小腿坏死，必须截肢。消息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了每个人的心口。半俩不再是传说，它真真切切的存在，并且一出手就夺走了一个壮年汉子的一条腿。那天上午，我家挤满了闻讯赶来的村民，人人脸上都是茫然无措的惊恐。村支书老杨让大家静静，说眼下最要紧的是通知周边村子，傍晚以后不要单独进山，尤其是起雾的天，进山必须结伴，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天擦黑就关门落锁。有人小声问，光是躲着防着能成吗？那东西要真是精怪，他想害人，咱防得住吗？老杨沉默了一下，说他会打听外面有没有懂行的高人。我把父亲医书里关于半俩的记载告诉了老杨，书上说他常溺于林邑、水畔、门墙阴影，目出而朝饮，物盛则昌。其诱人也，乃窥人心念，唤其形，拟其声，世人以至亲至念之景，引人入魄。老杨听后脸色更加凝重。平静维持了3天，这3天里山林似乎恢复了往日的模样，但第4天傍晚，这脆弱的平静被彻底撕得粉碎。那天从午后开始，天色就阴沉得厉害，到了傍晚，飘起了淅沥的冷雨，混着湿气，形成了比往日更浓更厚重的白雾。我和秀莲早早吃了晚饭，坐在屋里捕捉着屋外任何一丝不寻常的声响。大概虚时前后，一阵急促的慌乱的脚步声，混杂着尖锐的变了调的哭喊，从村西头方向传来。娃，我的娃，是二柱媳妇翠花的声音。二柱家的小宝今年才6岁。我和秀莲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骇然。我抓起药箱和马灯，拉开门就冲进了雨雾里。二柱家的院子里聚满了人，翠花瘫坐在泥地上哭喊，二柱像根木头桩子似的杵在屋檐下，脸色青灰，手里紧紧攥着一样东西。老杨厉声问怎么回事，二柱缓缓摊开手掌，马灯的光凑近，那是一小截手指，孩童的手指，很短很细，皮肤惨白，断口处血肉模糊。啊！周围有女人发出压抑的尖叫，这是在堂屋门口捡到的。二柱的声音干涩的像砂纸摩擦。我和翠花回来，门虚掩着，小宝不在，只有这个半俩。他来了，而且这一次他直接侵入了村子，闯进了民宅，对一个6岁孩童下了手。老杨当机立断，嘶哑着嗓子吼道：“都别愣着，还能动的男人都出来，分成4队，沿着出村的路给我找。”我背好药箱，提起马灯，加入了往东边搜索的那一队。雨水让土路泥泞不堪，雾气被灯光切开又合拢。我们10几个人深一脚浅一脚的前行，不断呼喊着小宝的名字，呼喊声在山谷间回荡，又被浓密的雨雾吸收，传不了多远就消散无踪。希望随着时间和体力的消耗，一点点变得渺茫。就在我们快要搜索到村东头池塘附近时，队伍最前面的王老憨突然停住脚步，把气灯朝池塘边那棵歪脖子老柳树下照去。柳树低垂的枝条在风雨中乱舞，就在那丛最茂密的枝条下方，隐约露出一小片深蓝色，像是小孩的褂子。我们冲过去，拨开湿漉漉的柳条，小宝蜷缩在柳树根下的泥坑里，浑身湿透，沾满了黑黄的泥浆，脸色白得像纸，眼睛紧闭，嘴唇乌紫，而他的右手手腕处一片血肉模糊，大拇指齐根而断。更吓人的是，他整条右臂以一种极其诡异的角度向后扭曲着，肘关节反拧，小臂几乎贴在后背上，与狗蛋那条腿如出一辙。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小宝抱出来，用最快的速度跑回我家，清理伤口，止血包扎后，我再次打开了针包底层，那3根黑铁针静静躺在那里。我深吸一口气，捏起一根，刺入小宝右肩靠近脖颈后的穴位。针入肉的瞬间，小宝瘦小的身体猛地抽搐了一下，那条反拧的手臂剧烈颤抖了几下，然后那股自行扭曲的力道消失了，手臂依旧保持着可怕的姿势，但不再有活过来的感觉。
我又下了2针，3针落定，他手臂上那些若隐若现的淡黑色淤痕开始慢慢消退。我给他灌下安神的草药汁。过了约莫1个多时辰，小宝缓缓睁开了眼睛，眼神起初是涣散的、茫然的，最后落在他父亲二柱脸上，那双大眼睛里迅速积聚起水光，然后哇的一声嚎啕大哭。等小宝哭得稍微缓过点气，我才凑近问小宝，告诉爷爷下午在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小宝吸着鼻子断断续续地说，下午爹和娘出去了，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玩石子，后来我听见有人敲门，咚咚咚，敲得很轻，我以为爹娘回来了，就去开门。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极致的惊恐。我开了门，外面没有人，但是门框边上站着半个人，只有半边身子，半边脑袋，脸的另一边全是黑乎乎的毛。他就在门框的影子里看着我。屋里响起一片压抑的吸气声，他看着我，然后朝我伸出一只手，也是只有半只。我吓死了，转身要往屋里跑，他一下子就抓住我，抓我这里。他用左手摸了摸包扎起来的右手腕，好冰好冰的手，力气好大，我挣不开。然后我就觉得有东西在拧我的大拇指，好疼，还在往后掰我的胳膊。我哭，我喊娘，没人应。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屋里死寂一片，每个人都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蔓延到头顶，半俩竟然如此猖獗。大白天雨雾天，直接潜入村落，敲响家门，将一个独自在家的孩童掳走，施以酷刑，然后弃于荒野。老杨沉重地说，都听见了，这东西无法无天了，光靠咱们自己防，怕是防不住了。我摇了摇头，指了指那3根黑铁针，和狗蛋的腿一样，这针只能镇住那股邪劲，但胳膊筋骨扭曲得太厉害，里头的损伤恐怕……二柱的身体晃了一下，脸色灰败。送医院。老杨咬牙道，马上送。二柱你收拾一下，林大夫陪着走一趟。当晚我们就带着小宝坐马车赶往县城。第2天一早到达医院，检查结果残酷而清晰，右臂神经和血管已大面积坏死，必须从肩膀以下截肢。二柱听完，直接瘫坐在地上，捂着脸发出野兽般的低嚎。翠花当场晕了过去。我又一次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鲜活的人被那来自深山的邪恶夺走身体的一部分。黑铁针救得了急，却救不了根本。小宝截肢的消息传回林家坳后，恐慌变成了实质的、令人窒息的行为。家家户户大白天也门户紧闭，窗户钉死，孩童全关在家里。进山必须成群结队，人人手里紧握家伙。夜晚的村庄更是变成了一座死寂的坟墓。太阳一落山，家家户户立刻吹熄灯火，整个村子陷入一片纯粹的黑暗。压力最大的村支书老杨，几天之内人就瘦了1圈。他四处托人打听能驱邪治怪的高人。终于在小宝出事后第5天，他带来了消息，他远房表亲认的一个道士，专门对付这些山精野怪，答应带过来瞧瞧。这个消息像一粒火种投进了冰封的池塘。接下来的2天，人们谈论的话题终于不再是纯粹的恐惧，而是掺杂了一丝忐忑的期盼。第3天下午，道士来了，50多岁，身形清瘦，穿着一身半旧不新的青色道袍，手里握着一柄桃木剑。他眼神清亮有神，身上有一种不同于山村农人的沉静气质。道士听了狗蛋小宝的事情，又仔细看了我那3根黑铁针，点头说：“令尊是有大见识的。此针却是云铁，内蕴至阳破煞之气，正是这类阴晦精怪的克星之一。”他缓缓道：“此半俩乃是此地深山老林之中经年累月积聚的阴湿晦气，混杂了某些横死山中的生灵未散的残念怨执，凝聚成型的一种山魈阴灵。它无形无质，却又可依凭阴气短暂显化，其性狡诈阴毒，要彻底除去它，殊为不易。不过他既已在此地屡次为害，必定有其较为固定的活动范围。贫道需布下一个困邪引煞阵，将其引诱至阵中困住，再尝试打散其凝聚的阴煞核心。”道士列出了所需之物：桃木枝、朱砂、黄表纸、黑狗血，还有我那3根黑铁针作为阵眼核心。此外还需要挖沟插桃木枝。老杨立刻安排下去，整个村子高效地运转起来。道士选定了村南头一片地势较高的空地，说此地阳气稍盛，适合布阵。布阵的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只用了大半天时间，物品便陆续齐备。下午10几个汉子在空地挖了一圈深沟，道士亲自下场，脚踏古怪步伐，沿沟刻画符号，指挥众人将桃木枝按特定方位插入沟中，贴上朱砂黄纸画的符箓。最后
他将我的3根黑铁针呈品字形安置在圆圈正中央，覆盖上一张最大的符咒。做完这一切，道士对众人说：“今夜子时阴气最盛，半俩最为活跃，贫道会在此启动阵法，将其困于阵中。”他神色极其严肃，但是阵法启动后，直至明日日出鸡鸣3遍之前，全村所有人必须留在家中，紧闭门户，熄灭灯火。无论听到阵地方向传来任何声响，哪怕是惨叫、呼救，或是类似熟人的呼喊，都绝对不可以出门查看，更不能靠近阵法100步之内。切记，人心念杂乱，气血旺盛，若有多人靠近，其气血意念会干扰阵法运行的纯粹阳气，甚至可能被那阴灵利用，成为其破阵的缺口。一旦阵法被从外部干扰破坏，不仅前功尽弃，那阴灵脱困后必会狂性大发，后果不堪设想。众人被他严厉的语气震慑，纷纷保证能做到。天色渐渐暗下，山间的雾气又一次无声地弥漫开来，比往常更浓。远处林家坳的灯火一盏接一盏熄灭，整个村子隐没在浓雾与黑暗之中，只剩下阵地上那盏如豆的油灯在夜风中顽强摇曳。我和道士静静地坐在法坛边的石头上，等待着子时的来临。山风穿过桃木枝的缝隙，发出轻微的如同呜咽的哨音。夜雾越来越浓，稠得仿佛能捞起来。远处林家坳彻底没了声息，时间过得很慢，慢到能听见自己心跳在耳膜上敲打。此时应该快到了，雾气似乎更加粘稠，连油灯的光都被压缩得更近。风忽然停了，周遭陷入一种反常的、令人心悸的死寂。就在这时，一直闭目打坐的道士猛地睁开了眼睛。他没有看我，只是缓缓站起身，拿起了桃木剑，侧耳倾听。起初什么也听不见，但渐渐的，一种极其细微的，仿佛很多片枯叶被同时轻轻摩擦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还夹杂着湿漉漉的，类似什么东西在泥泞中拖行的黏腻声响。雾气开始不安地滚动，形成一个个缓慢旋转的涡流。油灯的火焰猛地跳动了几下，颜色似乎带上了一层诡异的淡绿。半俩来了，道士动了。左手捏诀，右手桃木剑平举胸前，脚步开始快速踏步，踩出古怪方位，嘴唇无声地念诵咒文。随着他的步伐和咒语，地面上那些小符箓无风自动，发出哗啦啦的轻响。插在深沟里的桃木枝上，符纸的朱砂红色骤然变得鲜艳起来，红得触目惊心。正中央覆盖在黑铁针上的那张大符，忽地一声无火自燃，不是正常的火焰，而是一种幽蓝色的冰冷的火光，瞬间将符纸烧成灰烬，露出3根针。此刻，它们黝黑的针身上竟隐隐流转着一层极其微弱的暗红色的光晕。几乎在符纸燃尽的同一刻，空地边缘的浓雾剧烈地翻腾起来，那些摩擦拖行的声音陡然变得急促响亮，还夹杂着尖细的非人的吱嘎声。桃木枝围成的圈子猛地向内收缩了一下，又弹回原位，发出嘎吱的呻吟。符纸烈烈作响，红光忽明忽灭。道士的步伐更快了，身形几乎拖出残影。他右手桃木剑书的前指渐渐对准正中央那3根黑铁针，口中咒语声陡然拔高，每一个音节都像敲打在紧绷的鼓面上。天地清明，律令9章，桃符为牢，天铁为浆，阴晦邪灵还不入皮阳翅。随着这声敕令，正中央的3根黑铁针针身上那暗红色的光晕腾地一下暴涨，化为3道凝实如血的红光，笔直射向上方，在空中交汇于一点，形成一个倒扣的血红色的光锥。与此同时，空地四周的浓雾像是被一只无形巨手狠狠撕开，2道介于虚实之间的扭曲的轮廓猛地从雾墙破口处挤了进来，落入桃木枝围成的圈子之内，正是半俩。即使在血红色光锥和符纸红光的映照下，他们的模样依旧模糊不清，身体边缘不断的蠕动弥散，但那种一分为二的特征却异常醒目。一个轮廓的左半边，一个轮廓的右半边，都是浓密蠕动着的漆黑长毛，而他们各自拥有的那半边人形部分，五官位置歪斜错乱。他们没有脚，下半身像2团纠缠的不断滴落着黑色粘液的阴影，在地面上缓缓滑行。他们进入阵中的瞬间，81根桃木枝同时剧烈震颤起来，发出嗡嗡的共鸣声，枝头齐齐指向阵内。符纸红光爆闪，连成一片，形成一道红色的半透明的光墙，将2个半俩牢牢困在圈中。半俩似乎对着红光和桃木极为忌惮，在圈内左冲右突，每一次触碰红光或过于靠近桃木枝，都会发出一声尖利刺耳的嘶叫，同时身体被烫得冒起一股黑烟。但他们异常狡猾，不断变换位置，试图寻找
找阵法的薄弱点。道士面沉如水，额角青筋微现，他左手手诀不变，右手桃木剑虚空滑动，牵引着那3道血红色光柱，在阵中纵横交错，不断扫向2个伴俩。伴俩被红光扫中，嘶叫更加凄厉，身上的黑毛大片大片化为黑烟消散，轮廓也缩小暗淡了一些，但他们依旧顽强，喷吐出大股大股灰黑色的、带着刺鼻腥臭的雾气，试图污染、侵蚀那些红光和符纸。阵法之内，红光、黑气、符火、嘶叫、震颤交织成一幅光怪陆离、惊心动魄的景象。空气冰冷刺骨，又仿佛凝滞粘稠。我紧紧靠着冰冷的石头，心脏狂跳，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阵中的搏杀。时间一点点过去，阵法似乎逐渐占据了上风，2个伴俩的轮廓明显缩小，暗淡了许多，动作也迟缓下来。桃木枝的震颤减弱了，符纸的红光却越发稳定明亮。那3道血红色光柱在道士的驾驭下，如同3条灼热的铁鞭，抽打的伴俩嘶叫连连。道士的脸色也缓和了一些，眼神专注锐利，显然准备发动最后的攻势。可就在这时，一个与阵法内所有声响都格格不入的轻微到几乎难以察觉的咔嚓声从空地边缘，我们身后不远处的雾中传来，像是有人不小心踩断了一根细细的枯枝。道士的身体猛地一震，一直平稳的呼吸瞬间乱了半拍。他豁然转头，清亮的眼睛里第一次爆发出惊怒交加的光芒，厉声喝道：“谁？造孽啊！马上就要成功了！”这一分神，他手中桃木剑的牵引顿时出现了一丝极其细微的滞色，阵中那3道如臂使指的血红光柱也随之微微一晃。就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阵中那2个原本已被压制的萎靡不堪的伴俩，仿佛感应到了这千载难逢的破绽，同时发出一声混合了奸笑与古怪哈哈声的怪响。他们那模糊的轮廓猛地向内一缩，然后如同被压缩到极致的弹簧，骤然向相反的两侧桃木枝围栏的某2个点狠狠撞去。那2点正是刚才道士因那声异响而心神微震时，手中桃木剑牵引红光掠过，符纸光芒随之轻微摇曳的位置。砰砰，2声沉闷的如同朽木断裂的巨响，被撞击的2处4、5根桃木枝应声折断，向内倒伏，贴在上面的符纸瞬间失去光泽，变得焦黑碎裂。那一片红色的光墙登时被撕开2个缺口，浓烈的带着刺骨阴寒和腥臭的黑气，如同决堤的洪水，从缺口狂涌而出。阵法内的平衡被彻底打破。其余桃木枝疯狂震颤，符纸红光急剧明灭闪烁。阵中央3根黑铁针上的血红色光柱剧烈晃动，颜色迅速暗淡下去。混账！道士目眦欲裂，怒喝一声，再也顾不上维持阵法困敌，桃木剑回转，咬破舌尖，一口蕴含精血的唾沫噗地喷在剑身上。那桃木剑霎时蒙上一层淡淡的金红光泽，他身形如电，就要扑向那缺口，但晚了。缺口外浓雾翻滚，一个惊慌失措、连滚带爬的人影跌撞显现，是村里的无赖王麻子。他脸上毫无血色，写满了贪婪被惊骇取代后的极度恐惧，手里还死死攥着2样东西：一根折断的桃木枝梢，以及从我这里拿去本应作为阵眼核心的3根黑铁针中的1根。他竟然不知何时偷偷摸到阵法边缘，趁我们全神贯注于阵内时，试图偷走黑铁针。刚才那声咔嚓，正是他不小心踩断树枝所发，而他拔走1根黑铁针的举动，彻底破坏了阵法的平衡。就在王麻子现身，道士扑向缺口的这瞬息之间，阵中那2个伴俩已经如同2股黑色的旋风，从那缺口处急掠而出。他们似乎也付出了极大代价，轮廓比之前更加虚幻淡薄，几乎要消散在雾气中，但速度却快得惊人，直扑向下瘫在地的王麻子。啊！救命！道长救命！王麻子魂飞魄散，手脚并用向后爬，手里的东西都扔了。道士身形已至，桃木剑带着惊红光芒凌空斩向冲在前面的那个伴俩虚影，吃了！如同热刀切过油脂，那伴俩虚影发出一声凄厉到极点的尖嚎，被剑光从中斩过，大半个轮廓瞬间溃散成漫天黑烟，只剩下一小团最核心的翻滚着的漆黑阴影，发出怨毒至极的嘶嘶声，速度不减，反而更快地撞向了王麻子旁边的地面，那里躺着李芳。王麻子的媳妇不知何时也跟来了，此刻正吓得呆立原地，那团缩小了数倍却更加凝实阴毒的黑影嗖的一下顺着地面阴影窜上了李芳的脚面，瞬间没入她的身体。李芳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整个人猛地一僵，眼睛瞬间翻白，脸上掠过一层诡异的青黑之气，然后直挺挺地向后倒去，摔在泥地里再无声息。而另一个伴俩虚影则被道士桃木剑的余威扫中，边缘溃散不少。他似乎对道士忌惮到了极点，虚影一晃，如同鬼魅般钻入旁边的浓雾，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缕迅速消散的腥风。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道士一剑斩出后，身体晃了一晃，脸色煞白，嘴角渗出一缕鲜血。他拄着桃木剑，急促喘息，看了一眼倒地不起的李芳，又看了一眼吓傻的王麻子，最后目光扫过一片狼藉的阵法，眼中闪过一丝深深的疲惫与怒意。贪念误事，害人害己。他咬着牙从齿缝里挤出这几个字。我直到此时才回过神来，慌忙跑到李芳身边查看，手指搭上她的颈动脉，脉搏微弱的几乎摸不到，皮肤冰凉，面色青黑，眉心处隐隐有一团极淡的黑气盘旋不散。道士走过来，用桃木剑剑虚空在他眉心画了一个符号，那团黑气微微波动了一下，却没有散去。他摇摇头，声音沙哑，他被那阴灵最后的核心怨念侵入心脉，三魂七魄已被污浊，禁锢大半。贫道方才强行催动真元，又受阵法反噬，元气大伤，此刻已无力驱除。他怕是醒不过来了。再看看王麻子，他眼神涣散，嘴里胡言乱语。金子，我的金子，真值钱的真鬼，有鬼啊！半两来了。时而惊恐尖叫，时而对着空气傻笑，伸手虚抓，心神已然崩溃了大半。夜风重新刮起，卷动破碎的符纸和折断的桃木枝，雾气似乎淡了一些，天边隐隐透出一丝鱼肚白。漫长而恐怖的一夜终于快要过去，却以这样一种惨淡而荒唐的方式收场。道士原地调息片刻，勉强压住伤势。他走到阵眼处，捡起地上掉落的那根黑铁针，又找到另外2根，幸好它们只是灵光耗尽，并未损坏。他将3根针擦拭干净，递还给我，朝着我摇了摇头，不再多说。天亮后，我们叫来村里人，将昏迷的李芳和疯癫的王麻子抬回村子。道士在我家静养了2日，脸色稍微好转，但眉宇间的疲惫难以尽除。第3天早上，道士向老杨和我辞行。他对老杨说：“杨支书，此次虽未能彻底铲除那阴灵，但也并非全无收获。那阴灵之一已被贫道重创，核心怨念附于那妇人身上。随着妇人生命流逝，这点残念也会逐渐消散，不足为虑。另一阴灵亦被阵法之力反噬，受伤不轻。此等阴晦之物，最是欺软怕硬。此次受创，已然对贵帝心生畏惧，他必会远遁，逃往更深、更阴寒的深山老林之中潜藏疗伤，轻易绝不敢再返回此地为害。”老杨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他不会再回来了。道士颔首，语气肯定：“经此一役，此地残留的阵法，阳气与贫道斩杀其一，重创其一的煞气，对他而言如同烈火。他本性怯懦阴险，只会趋吉避凶，远离让他受伤之地。只要日后村民谨记教训，莫要再起贪妄之念，莫要单人深入险地，尤其是日落之后，此地当可保安宁。”他顿了顿，看向窗外笼罩在晨雾中的群山，意味深长地说：“深山自有深山的规矩，精怪也有精怪的活法，互不侵犯，各自相安，便是最好。若人心生了妄念，打破了这微妙的平衡，便是自招祸端。”道士又转向我，从怀中取出一个折叠成3角形状的黄色符咒递给我：“林大夫，此符赠你，贴身佩戴，可略微驱散寻常阴晦之气，安神定魄。你常走夜路行医，或有用处。”我双手接过符咒，触手温润，隐隐有一股极淡的檀香，混合朱砂的味道。道士背起包袱，拿起桃木剑，对老杨和我微一击手就离开了。老杨和我将他送到村口，晨雾缭绕，道士青色的身影很快便隐没在蜿蜒的山道和乳白色的雾气之中，再也看不见了。我们站在原地许久没有动弹，山风吹过，带着清晨的凉意和草木的湿气。远处群山静默，依旧笼罩在淡淡的雾霭里，仿佛昨夜那场惊心动魄的搏杀只是一场幻梦。但村里王麻子时断时续的疯话和李芳家隐隐传来的低低啜泣声，却又无比真实的提醒着我们，一切都真实的发生过。半两，或许真的不会再回来了，或许立刻回来。